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认知的取向哈。那么认知取向或者是 cognitive approach 哈，它主要强调的是，它是一种比较实证的这个 approach， 它比较不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不管是心理分析或者是行为主义啊，它都有一些很大的这些概念哈，而是基于说我们到底从这个实证的研究可以看人们如何处理讯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怎么样形塑我们的性格哈。所以在不同的人的之间的性格的那个差异啊，可能就源自于每一个个体如何的去表征或者是去处理呢他们所接收到的各种的这个讯息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有所谓的 social learning theory 或者叫做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哈，也就是说我们在跟其他人这个互动，然后从别人所提供的这些讯息里面，怎么样会去形塑我们个人的这些性格哈。所以这种内在的认知的这个历程会影响行为。同样的，我们观察他人跟环境的这些互动呢，也会来影响我们的这个行为哈。那么在这个认知的取向里面呢，大概有2个重要的人物来值得跟大家提一下。一位是当年在美国 Stanford 大学任教的 Albert Bandura 哈，他虽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但是他所发展出来的社会认知理论呢，算是从这种认知的角度来去谈性格理论的重要的学者哈。尤其是他提到所谓的交互决定论哈，他的所谓的交互决定论呢，我们称之为 reciprocal determinism 哈，就是说它有点是综合我们前面讲到的心理分析强调说你内在的这些决定的这些心理因素，以及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形塑你的行为，它是介于这2者之间有点综合。所以外在的因素，比如说你会不会行为得到酬赏，或者是得到这个惩罚，它会影响形塑你的行为。而你内在的这些因素，包括你个人的信念、你的思维、你的行为的预期等等那这些都是这种外在的因素跟内在的因素，都是整个怎么样去形塑我们的行为的这样的一套的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刚才强调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其他人的行为，不见得是都要靠自己来展现才能够学习到行为跟它的后果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是Albert Bandura 很重要的一些想法那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Walter Mischel 这个教授。那么他也是一个社会还有性格这个心理学家，他比较重视说我们在性格上面所展现的这些个别的差异，并且呢尝试的引入一些认知的变相来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在性格上面的这些个人的差异那么他所谈到的也是一种 social learning 或者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基本上它就是纳入5种认知这个变相来试图的解释性格上的个别差异，包括所谓的能力或者英文称之为 competence， 就是你本身到底能够做些什么你处理这个讯息能够导引你的行为。再来是 encoding 的 strategy， 当你在接受这个讯息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编码，或者是怎么样注意不同的讯息的部分再来你的期望如果你得到这些讯息处理了之后，你预期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对这一套这整个的过程的这种认知性的这个期望，还有主观的这个价值，什么是值得做的事情，什么是你做了之后能够得到酬赏的这种主观的这个价值观再来就是所谓自我管理的系统跟这个计划，就是 self-regulatory system 跟这个 plan， 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有策略的去安排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行为，以至于可以期待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种能力、编码的策略、期望、主观的价值以及自我管理的系统、计划等等，都是可以造成我们性格个别差异的重要的认知变相。而这个是Walter Mischel认为我们需要考虑的这个变相，来去理解
性格的个别差异哈。那么在这个认知的这个取向里面，还有一个，当我们比较重视这个内在的认知的变相的时候，那么自我的这个 schema 哈，这个我们在前面在社会认知的这个单元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哈。我们讲的这个 schema 呢，就是一种认知的结构或者这种认知的这个组织，来帮助我们知觉、组织、处理怎么应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讯息。那这个 self schema 主要是说有关于自己的获得了各种有关于自己的讯息的这种认知的这个组织跟结构，它们来自于过去的这些经验跟环境的这个互动都是跟个人有关的哈。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我们的 self schema 越来越发展的周延，它会越来越稳定，它就会形成我们个人性格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认知的结构啊。所以我们在怎么样面对外在的讯息，要怎么处理，重视哪些东西，或者期待它们会产生什么结果等等，都跟我们这个 self schema 非常有关系哈。那么我们在过去也提到，当你有了这个 self schema 之后呢，任何跟自己相关的讯息的处理，它会有一定的这些优先性，也会在行为上面展现一些这种自我激膜优先性的这些效果。那最后就是谈到说这个文化对自我激膜的影响哈。当你是在一种比较强调个体主义跟这个强调群体或者是集体主义的这样的不同的社会文化里面，它所形塑出来的 self schema 呢，也会有所不同哈。最后我们简单的评价一下这个认知的这个 approach， 基本上它是非常肯定人积极的哈，在这个世界当中想要了解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互动，所以个人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主动、积极的这个角色哈。那么整个的认知的这个取向呢，它没有像心理分析或者是行为学派有很大的概念在主导它的这些看法，主要都是根据比较实证的这个研究来去一点一点的阐明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看法。那相对的哈，它就相对于这个心理分析或者行为主义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在运用这个概念上面去解释我们的性格还有这个行为它会是相对其他的学派它是比较弱的这个地方。